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玩家社群反馈的内容整理出来了，那这边就包含10月到12月的内容，所以可见得他们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玩家社群反馈了。那这边有看到一些反馈呢，之前好像在策划面对面里面也是有稍微提到过，所以我们这边稍微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反馈就是关于管理层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这种管理层如果重新加入联盟之后，就会自动变成R4，就是不需要等联盟盟主去给你R4的职位，因为有时候一些R4他们可能要去其他的地方做一些任务，又或者是他们可能要随机迁城退出联盟之类的，就会短暂的离开联盟一下子，然后重新加入的时候哇，又要等国王啊，又等这个等那个，就很麻烦。不然就是你需要去私信啊，或者是在 DC 那边跟他们讲才可以加入变成R4。所以这边策划的回答，感谢建议，他们将新增加官员白名单，这个功能会在玩家重新加入联盟的时候自动分配原本拥有的职位，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所以之后R4们可以更加方便的去出入联盟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有提到过的战斗狂热的问题我是本人同意战斗狂热的存在，但是我只是希望他会重新计算，就是他之前那个计算方式我不是很喜欢的，一直要抢着你8小时，肯定要8小时不触发战斗狂热才可以。首先这边就有提到，就是很难让玩家去了解到自己到底战斗了多久的时间，就是他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方法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玩了多久。第二就是我所讲的，就是没有考虑到玩家的休息时间可能比较零散一点，因为我们在 KVK 啊不一定是战斗16个小时然后直接去休息8个小时的，可能我们打了一下之后就要睡2个小时，然后起床又再去打架，打了之后又休息4个小时，就比较零散一点啊，很难保证会有8个小时在线。新的这个战斗狂热限制会迫使一些玩家去找一些代打，以避免浪费宝贵的16个小时时间能够战斗的时间。这里的说法就是你之前本来你可以就是比较随意一点嘛，打2个小时休息一下，打2个小时休息一下，但是因为现在变成说他强制你8个小时去休息，那如果你中间还有断断续续的去休息的话，你反而还要去找代打，叫他持续16个小时在线去帮你战斗，反而会有反效果。他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有提到玩家离线的时间应该也是要记录强制休息的时间里面，就是那种零零散散的时间啊也要加入进去，而不是被忽略掉。所以这里就建议他们应该要给出那种更加直观的看到战斗狂热的数字到底回升了多少，减少了多少，就是避免有更加多复杂的计算呢。可能有一些玩家他已经下线了7个小时，以为自己下线了8个小时，然后重新上线的时候结果还在战斗狂热啊，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这里策划的回答也是感谢建议，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他们深感抱歉。战斗狂热限制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他们会在近期优化。计划的改变包括更好的显示战斗狂热持续的时间，同时考虑到玩家可能有中间休息的时间，间歇性的休息啦，使玩家能够更快的恢复状态中恢复过来。下一个我不确定有没有必要因为有一些王国他们会确实举办这种活动啊，就是希望有野蛮人存在排行榜，这里讲的应该是野蛮人存在吧，因为他这边只是说 Fortress 而已，也有可能是讲要塞啦。他觉得说如果可以在联盟排名中看到要塞排行榜显示谁在第1个月之内完成最多的要塞这样看下来应该是野蛮人存在，以便追踪活跃度和参与度，那就会很好。那策划的回答，他们正在开发野蛮人存在排行榜功能，敬请期待这样看来有这个功能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是用第三方的软件去查看哪一些玩家打了更加多的野蛮人存在。下一个反馈我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就是关于报告的部分，希望他们可以推出一种报告管理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搭配，就比方说你可能用霍去病搭配贞德的报告表现怎么样，或者是用霍去病搭配亚瑟出来的报告怎样，就是整合出来因为现在我分享报告的时候依旧还是一个一个慢慢去保存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如果有一些玩家他们想要对照其他的组合搭配去比较哪一个比较好的话，就很复杂一点，所以他是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报告整合功能，又或者是可以增加一个叫
统帅策略的板块，可以给其他玩家提供不同的搭配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那这里策划的回答，一系列的更新即将推出，他们会引入更加多的高级功能，包括触发效果统计、战斗报告中的关键字搜索，以及特定建筑物，就比方说旗帜的记录。所以请关注后续的更新公告，了解更多详情。我觉得这个功能推出之后，我们这种创作者的工作就会更加轻松了。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会分享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自己去觉醒统帅，直接拿报告来看做分析就可以了这样子做内容创作者的成本又减低啦。那下一个投诉的部分呢，这个我也是之前跟他们讲过，就是如果他们是放大画面去战斗的时候，大家就会有那个跳弹窗出来跟你讲你已经战斗了多少人，击杀了多少，这样子就会挡着你那个画面。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可不可以设计一些关闭按钮啊，就是可以直接关闭那个弹出来的消息什么之类，就别人看到但是你自己看不到之类的。那么这边策划的回答也是说，他们之后会增加一个开关啊，就是你可以开启了之后就会看到报告，关闭了之后就看不到这样子。但是他这边所讲的就是他可以减少看到这样子的问题而已，他不是说完全移除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观望吧，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完整的去处理好这个问题啊。所以有一些玩家又放了小丑的脸，觉得说他们设计这个东西出来是干嘛？这种狗屁东西好看不好用它会阻扰我们的游戏体验另外一个反馈就是我们运送资源的货车，就是你运给你的朋友啊、你的队友什么之类的，他们就希望不要计算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啊，因为他们是不包含在我自己的7个队伍里面的嘛，它是别的兵种来的，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分开。就比方说像斥候军这样子，你派出去侦察别人呢，是不需要用到你那个7个队伍里面的其中一个组合什么之类的，不用占用到那个位置嘛。但是这边策划的回答，他讲就算不需要用到我们那个7个队伍里面的名额也好，但他们也是要单独另外去开发这个队列，让我们可以派到那个运送车去运送资源嘛。但是现在我们的队列里面已经很拥挤了，所以他们不打算再增加这个功能，但是他们会找其他可使用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啦。下一个是关于 KVK 的事情，不过是 Pre-KVK 啦，就是前期前置的时候，这里就有说到，如果在 KVK前置活动啊，要做就要做最好，就希望在训练阶段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更加多的水晶，让他们在开始进入失落之地的时候有更好的开局表现。但是这些水晶要等到地图开放5天之后才会发放，这样子减缓了他们水晶科技提升的速度，尤其是对于那些 F2P 或者是无氪玩家来说非常不友好。所以这里他给出了建议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训练阶段中移除水晶，改为失落之地开放第1天增加另外一个活动，透过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等量的水晶。这些任务就包括建筑、达成成就、里程碑，或者是打野蛮人之类的，鼓励玩家尽早积极参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幸运值的活动啊，就是你投了那个硬币之后，他会跟你讲你减少多少的资源用量的，有训练、建筑跟科技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活动每一次都是跟我们在 KVK 里面训练的活动都是分开的，以前是同步的，但是现在分开了。它现在分开安排之后，反而会增加玩家消耗资源更多，不但没有加快 KVK 的进程，反而减慢了速度。所以他希望可以延后2天，又或者是这个活动触发的时间可能再迟多2天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劫掠者的活动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玩家呢都是专门去打野蛮人了，而不是去打那个劫掠者了。毕竟前置的那个时间跟我们现在进入 KVK 的时间是重叠的嘛，玩家不会浪费额外的体力药水去打劫掠者，因为劫掠者你打不到水晶，而且奖励也没有比起水晶还要来得更好，所以他希望之后劫掠者改成类似像41到44等级的野蛮人，会掉落相同数量的水晶。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心愿之选，现在心愿之选开启的那个时间变得很迟了，他这里是讲在 KVK 之后的第3个星期，但是我没有特别去计算那个时间啦，我的是比较感受到是在关卡4开放之后。这里就讲到希望
望可以在关卡4之前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啊，就是开放这个任务给我们。那这边策划的回答，首先第一个就是讲那个水晶训练的时候可以拿到水晶一些奖励的事情啊，官方是否决了，他们保持奖励不变，但是他们会持续关注玩家的反馈啊，所以这个就否决掉了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幸运值啊，你可以拿到多少的折扣去减少你在科技、训练、建筑上面的一些资源消耗。那官方他们会改动活动时间表的时间啦，以便训练阶段可以跟这个活动重叠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劫掠者掉落水晶的问题，他们之后会改成打劫掠者或者劫掠者存在的时候会掉水晶，但是你所需要花的体力药水也会比较多哈。这样子你改了跟没有改有什么差别呢？玩家会去计算呢，如果要花更加多的体力药水，为什么我还不如打回原本的野蛮人更好呢？另外一个就是心愿之选啊，他们讲之后会改成在关卡4之前就开放这个活动，所以他这边回答呢，讲真的并不是玩家想要满意的回答，所以也是一样看到小丑。这么今天这一个问题这么多小丑的，下面有很多都是有小丑的脸。OK， 那么因为这边的问题有点多，而且我自己本人也是想要吐槽一下，它下面还有很多。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第一个部分，阿4加入之后直接会拿到官员的职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野蛮人存在排行榜可以看玩家的活跃度，游戏里面的报告啊可以参考不同的搭配有什么效果之类的，或者是看他们的表现。至于除了这3个之外呢，其他全部都是小丑，真的是小丑。他要么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那种更新啊，就比方说战斗狂热限制，你改了之后，反而玩家会去聘请更加多的代打，没有减少代打的问题。你要怎么可能让玩家完完全全8小时去休息？在国服或许可以行得通，大家的时间都是统一的，但是在国际服不可能呢。你要考虑到我们战斗的情况，肯定会中间有休息的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设计出来那个报告弹窗，弹出来那个画面，当时候更新我就已经有讲过了，它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之后我们战斗，会阻碍到我们的视线。它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已经讲了，难道官方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吗？就证明说，可能设计这个东西出来的人，他是真的没有自己去打架，或者是他不知道我们战斗的情况啦。我只能这样子讲。虽然策划他们那边一直讲，哦，有啊，我们有玩自己的游戏，但是我不认为咯。所以另外一个资源运送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可有可无啦，不是很重要啦。因为我们运送资源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有空的时候嘛。就算他不占用了那7个队伍的位置也好，但你运送资源的时候，你还是得看着你的账号去点对方的城市嘛，对不对？这样你占用跟不占用有什么差别呢？所以我觉得可有可无。另外一个就是 KVK 的问题啊，我是真的觉得劫掠者的部分真的有点废啊，你改了跟没有改有什么差别呢？你要花更加多的体力，玩家会傻到就是花更加多的体力去打野蛮人，还是去打劫掠者？那假设说劫掠者他打一只所需要花到的体力等于野蛮人的2倍或者是更多的话，那玩家就没有必要去打劫掠者啊，到头来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没有人会去打劫掠者而已。不然就是你打了野蛮人之后 AOE 可以去打到劫掠者啊，那我觉得这样子还可行一点。那么关于官方这边社区反馈的内容，上半部暂时先讲到这里了，下半部我们再继续吐槽。不过看起来应该还蛮多蛮好的东西啊。不过这边已经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小丑了。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